最近我自己看视频的时候就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博主开始尝试各种大制作，有看过 UP 主发卫星的，有世界旅拍的，有一期节目几万块钱就为了图一乐的，还有拍纪录片的，甚至还有 UP 主玩到了真人 Apex， 真的是太帅了。不过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10几分钟的视频背后 ，UP 主需要花多少的钱？还有 UP 主为了拍一期节目，成本竟然要7位数的。那么今天我就找来了几位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年让他们花费最多、最有意义的视频到底是啥。那么第一位就是重量级选手。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拉，给各位分享一下我24年花费最多的项目。最花钱的是幻星乐园，这个我之前也发过一期视频，它是一个 B 站的收藏集，55左右吧。接触了很多不一样的领域，比如说约画师啊，做音乐呀，包括现在在做周边、做版画。那以后说不定有机会可以把大梨子也做到我们的幻星乐园里，看看如果我们做一个非常正式的2次元立绘原画级别的大梨子谢谢礼会长什么样呢？那花费时间最长的是相机漂流计划的全球篇，从1月份开始，然后现在是12月底，依然还在飘着。那它的主要难点在于，比如说像是之前我发过的卡在孟加拉海关，其实不只是那儿会卡，会有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情况。那之前还有一个更离谱的事儿，是这个从葡萄牙寄回国，按概念来说，我们都会认为是收货那边的清关会比较麻烦，但是葡萄牙它根本就不给你寄出去，就你想直接寄到中国被打回来了。然后后来呢，经过了各种各样的协调，找到了一个办法，是先从葡萄牙寄到其他申根国家，我们是先寄到了荷兰，再寄回国。所以就是会有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情况，每个国家的政策效率都很不一样，而且平均的海关费都要大几千。不过即将要飘完了，我争取年后应该就能给各位做这个正式的揭晓和照片的展示。以上就是我24年比较费劲的2个项目。这里必须要给大家展示一下，之前我就做过一个摇摇乐，就把它放在车上，它摇起来的时候。还别说，我之前以为2次元项目就是找个画师来设计例会，没想到竟然还有这么多的工作量。下一次有好玩的也叫我一起呗。那么下一位有请好归好，我是 Steve。好，我是 Tim。要说我们今年花费最高的项目，应该要不就是我们那个山海经那一期节目，就拍山海经各种动物，要不就是我们拍飞机这期节目，现在就在机场。这2个项目，我虽然没法跟你讲具体的花费，但是成本都在几十到100万这个量级，所以真的还挺贵的。就是这2年我们感知比较明显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些超大型项目，甲方本身有很高的期望，他也希望看到你的投入，那我们又希望我们的这个投入是真的能被转化成大家喜欢看的内容的，所以我们会做很多的备份拍摄。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拍动物，我们会只在一个地方拍它，然后会去很多地方拍。比如说有一组人要去非洲，然后你可能觉得设备很贵，但其实设备在这种拍摄里面就什么都不是，你租金可能就几千块钱一天，或者1、2千块钱一天，不算很贵。但是最贵的真的就是人，你7个人在非洲单天的基本成本就在1到2万块钱，每天你什么都不做就在烧钱。但是拍动物的话，你就不存在任何的就是确定性，所以你只能等。像我们那边可能人会过去几十天，那你这个成本你可以算一下，一天就1、2万块钱，你待30天就30万到40万。所以这种是我们这2年感知明显的，就是 UP 主卷，确实越来越卷，但是甲方是不会为一个失败的创意买单。什么意思？像我们这2个项目比较幸运，都是落地的比较成功的，也能赚一些钱。但是也有点子，就是我们做到后面发现不行的，但是成本已经花了几十万了，那这时候你就得承担这个责任。反正这就是我们今年花费最贵的2个项目。今年呢，我也开始尝试做一些大项目，但是看到影视飓风的这些内容、这些项目规模，这种投入感觉都是无法想象的。那接下来的这一位，应该是我在过去的1年里最让我期待更新的 UP 主之一。他的视频经常动辄2、3个小时，但完全不会有让我想要跳过或者是加速的感觉，甚至让我觉得这种水平的制作就不是一个小工作室能够完成的。跟着他，我看到了日本、菲律宾还有美国的另一面。我们2024年花费最高的一期视频应该就是《你好，美国》这一节。那么我们前前后后在纽约这个最贵的地方了，
在那儿待了大概得有20多天。然后首先办签证啊，就很费劲，基本上每签的话，签一个人就是1-2千，阵亡率大概在60%左右。然后还有机票，这个人吃马喂，要包一个车，每天随处走嘛，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2个小时以上。然后还有就是吃饭，那么吃饭美国消费真的是很高，几个人吃顿饭轻轻松松100-200美金，然后再加上个18%到20-25%的小费。这个也有人说你为啥不能吃便宜点？但是出门在外啊，这个已经非常辛苦了，你要吃饭再抠搜一点的话，那真成剧组了，不太可能的。再就是这个人物的选择上，大家看到我们这一集里面有了10几个人物，那最后成片的时候还砍掉了2个人物，除了一些是之前可以联系到的之外，剩下的全都是在马路上碰的。比如说像这个老兵啊，大家都说他特别像 Frank 啊，这个老兵，但是我们用了大概接近1周的时间，每天在时代广场，然后去溜达，看到有很多要饭的人啊，他们有的是老兵，有的不是，然后去跟他们聊。有的呢是身份这个和故事很有意思，但是他拒绝拍摄。有的呢是这个完全已经不具备沟通条件了，这个人都是迷糊的。所以找到这么一人很不容易。那包括这个 Neil 其实是这里面最好找的，因为他每天他在哪儿啊，这个他很鲜明。那剩下的还有这个黑人小哥也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之前找了好几个人呢，最后觉得他最有特点，所以这其实这里面全都是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一开始的时候都没感觉，好像就是觉得每天花钱挺多，到最后一算账啊，小100万。但是实际看效果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值的。毕竟通过这样一个方式给大家呈现了一个比较丰富的信息量很高的一个节目。哈，下一位 UP 主就是我自己啦。视频脑是我今年最喜欢的频道，丙叔的视频也非常激励我，让我想从自己的工作室里面走出去，去看看我曾经想要看的世界。今年我去试过的新体验比我这辈子加起来还要多，洗出100年前的胶片，去海南看嫦娥奔月，收集回大家去世界各地拍的拍立得，还有考赛车驾照。不过要说最大的一次尝试，应该还得是去莫斯科开坦克。别看这么看上去好像不算困难的项目，也花费了超过6位数的成本，3字规模和投入上可能还是远不及几位偶像，但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的尝试。出国的项目真的有太多想象不到的困难了。出发之前对莫斯科的寒冷没有足够的敬畏之心，这个天气对于一个深圳人来说就根本干不了一点。日照的时间也比我们想象中的要短太多了，只有4个小时的白天，原计划的行程时间根本不够用。不过好消息是，最后我们顺利的完成了这一次的拍摄。我们拍到了莫斯科超级有特色的地铁站，在这个特殊时期看到了曾经俄乌之间的友谊历史印记，距离莫斯科保卫战阅兵80多年后找到了一样的场景，还如愿的开上了真坦克，玩到了真战地。最后我还上了每周必看。这一次其实也有挺多遗憾的，比如因为时间太赶，原定计划去的皮克蒂诺地铁站没有来得及去参观。在这个地铁站里面展示了苏联时期的各种飞机，最酷的是它里面甚至还有世界上第一架超音速民航客机图144客机的模型。也幸亏是我们第一次尝试，我们的摄影、剪辑、节奏、时间安排、项目规划都有很大可以优化的空间。明年我也打算留更多的时间来探索世界各地好玩的好康的。不过要说探索世界，还得是 Hello， 各位切里频道的朋友们，各位新年好，我是小鹿。今天应这个切里的邀请啊，我们来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花费最多的项目肯定是前2天我和 Ikita 给毛不易拍的《想起他们的 MV》，2位演员凑在一起的时间就非常的难，我们的场景也特别多，大概有4个场景。毛不易老师那边的时间跟演员又对不上，所以我们相当于唱歌的那场戏跟我们拍故事的那场戏，相当于中间隔了小1个礼拜，成本就没有办法集中和分摊，然后我们需要非常多的人来帮忙，最多的时候那个组到了30个人，所以花费就会比较高。好，大家看完以后觉得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啊？可以打在弹幕上。最有意义的项目应该是 vivo 那期拍妈妈的阿尔兹海默症嘛，你不知道他明年会是什么样，后年会是什么样，所以就赶紧抓紧的记录下那个当下，我觉得还挺重要的。然后另一个是我们4个好朋友老友记的那一期，之前10个人啊，最有意义的栏目一定是麋鹿假期啊，这是一定的。老友记的那一期13年以前的在电视台的出镜，还是有挺多感触的。我个人看来可能最有意义的，但其实有意义的另一面弊面就在于说，这样的项目其实会消耗自己很多的感情，它可能不会消耗很多的实际的
经济上的成本跟时间上的成本，但是它在你写稿子的时候，或者在你输出的时候，它会消耗你的很多感情。所以明年开始可能这样的项目也不会说特别多，它不是一个可持续的一个选题，但会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选题，因为我觉得我在讲属于我自己的故事。我以为鹿岛这一次拍摄最大的困难会是天气原因呢。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位更是重量级。最大消费肯定就是这个公司了，毕竟我花了不少钱。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让人记忆犹新的一个点。我觉得最莫名其妙的花费，应该就是前段时间我包下了上海人民广场和很多那种地铁站，在周六那一天播放了整整1星期的成功人士就看逗比的雀巢的这个广告。这应该是今年花过最离谱的一个消费，也是算是比较大的数额吧。因为可能会有人看了那个广告，有可能没有哈。这一次呢，很高兴受到切里的邀请呢，去分享一下我们今年呢花钱最多的视频项目。其实很多朋友呢会以为这个是理想之旅的确硬成本是挺高的，因为呢你又要去运车，然后在那边很多的花销。但其实我们盘了一下呢，反而最花钱的是我们的赛车系列，因为在今年呢，其实我们跑了一个CETCC 的一个场地赛。CEC 的耐力赛一场拉力赛，还有一个老爷车的比赛，总共4个比赛。那其实呢，我们从这个投入上面来说，你无论是人员时间都是非常大的。因为在这种时候呢，我们甚至还不能接商单，因为你要知道在跑这个比赛的过程中，你可能至少要过去5天到1个星期。那你想4个主持人都不在，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真空区。所以其实从这方面来说的话，这个项目的投入呢才是最大的。其实很多人也会很好奇就是没有恰饭为什么要去做这样子的内容？其实我觉得是2方面吧。第一呢是很想去传递一下这种汽车文化、赛车的文化，但是还有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的一种也不叫补偿，应该是让自己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做视频的时候这个重心呢放在了节目本身，但是我们为什么进这一行？其实最主要还是因为喜欢车、喜欢玩车。所以参加这一次的比赛，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让自己有提升了。我们在 CETCC 里面收获了2个冠军 ，CEC 的亚军，然后老爷车比赛呢也拿了一个组别的冠军。所以其实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个人是收获了很多的。那从这个粉丝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可能大家也透过我们的节目更喜欢上汽车这个事情了。因为可能有一些留言会跟我们说好像看完这个节目以后，觉得赛车也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遥远。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很成功，也是我们很开心的一个事情。因为你要想这么大帮人去拍摄，我觉得在这个投入里面成本折算起来起码有100万以上了。但是想做这些事情，还是想去回到我们做视频的初衷，做视频就是把自己玩车的这份快乐给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这个我们可能有一些时候会平衡的没有那么好，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就很针对着怎么去做好这个账号，做好视频，但是自己玩车的时间反而变少了。那所以现在今年会投入那么多，也是希望在自己玩车的过程中能让大家一起感受到这种乐趣。我觉得这个是回归到做 UP 主的初衷吧。到底为什么你来做 UP 主的我觉得这个系列是非常好的能表达这个事情，所以它很值得。JK 最后说的那一段，今年我也想过不止一次。我以前到底为什么要做 UP 主？喜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有些人说，如果爱好变成了工作，他就会失去那份热情。但是其实如果回过来想想看的话，如果不是热爱的话，又怎么能做得好呢？那么有请下一位。大家好，我是055，非常感谢切里的邀请，来聊一聊我2024年花费最多的项目。毫无疑问，没有一丝犹豫，2024年不管是精力还是成本，花费最多的就是这个办公室。我从一开始的在家拍摄，客厅转书房，书房转客厅，这样搞了3年，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办公室。硬装25万，软装加上一些乱七八糟的设备升级，大概是10来万。总共花费了，如果不算房租的话，总共花费了有40万左右。然后切里问我，这中间有什么意想不到的花费 ？Interesting。我说一个最离谱的，我220平的办公室，你猜需要多少个插座？就是那种在墙上打洞的插座，你猜需要多少个？你根本想不到，要96个，而且每一个位置都是我亲自定的。我定的时候感觉已经很省了，没有任何一个是能少的。最后电工给我报96这个数字的时候，我都傻了。在我脑海中，一个220平的房子有96个插座，会直接把它打成筛子。要知道 AK47一梭子只有38，相当于它扫了3梭子，还差我6个眼。
但这96个插座全部装上以后，我发现我真正用的时候还是缺插座，还是有遗漏，它平铺到整个房间里真的不起眼。然后就是装修的时候，方方面面都需要花费比预期更多的钱。我设计的时候自信满满的和设计公司说，我这个硬装费用不要超过10万。然后拉那个清单的时候，零针起手，明晃晃的写着25万在上面，我头都是炸的。你砍任何一个地方都会直接的在这个空间里体现出来。我随便指了一个那个单子上看起来不太合理的价格，人家说，老师，您这个房间里面不要窗帘吗？它任何一处都是你往后退一步就会退到这个办公室的原始皮肤。但总的来说我不后悔，它最直接的好处就是拍摄场景变多了，原本的 B 肉画面只能在书房的桌子上拍，现在大概有8、9个可以用来拍摄 B 肉的场景，这样我可以2个甚至3个项目同时进行，然后我的摄影灯终于可以明晃晃的放在一个固定的空间里了，它不用来回拆装，不用到处挪位置，总体来说我觉得是很值得的。就是这样，这就是我2024年花费最多的项目，再次感谢各位观众老爷的3年支持。装修这个我可太有经验了，我这500平的办公室一开始也是非常保守的预估了一个23万的装修费用，结果从设计开始预算就不断的往上叠，空调、水电、灯光，甚至看起来不起眼的5金件，每一项的费用都远超我之前的想象，应该是保守估计的23万，也就只够给这个工作室装一套正儿八经的空调。而且即使花了很多的钱，在刚刚结束装修的时候，办公室也还是有很多之前完全想象不到的问题。不过好在最终经过一段时间的完善，现在工作室已经非常的有生活气息了。关于工作室的 room tour 我也做了好几期，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呀。那么看了这么多特别的项目，接下来的这位终于是大家最熟悉的领域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极宽的云飞啊。说到我们频道2024年花过最多钱的项目呢，其实还没发出来呢，还在做啊。就是这个零售机的大横屏，我们把市面上今年的新机啊，这个全都买来了一遍啊，然后还有一些惊喜也没到呢，反正加起来可能10万不到。与此同时啊，我们还重新设计了我们的测试流程，比如续航机器人，我们已经打算重新搭一个了，可能预计的成本也会在大几万左右吧。其实跟我们去年的这个花钱的项目比起来，这个不算什么，一共也就15万左右的开销吧。那今年我们其实团队做的视频没有那么多花钱的，这个已经是最花钱的一个了。之所以要做这么一期大横屏啊，其实也是因为啊，我们发现这个很多的首发时候测试的这个结果啊，和后来零售端的这个测试结果啊是对不上的，对吧？很多零售机啊，在真正上市之后，它会修改系统的调教啊，来做到一个比如说比较怂的一个调教策略啊，或者是在续航时长上比原来有所缩水啊，对吧？那为了避免这种比如说媒体机作弊的情况呢，我们其实非常的想去看一下消费者真正到自己手里的手机它是什么样子的。为此，我们就真的是把所有的机器从这个线下的卖场直接跟消费者一样的渠道去买回来了，然后我们还专门重新设计了我们的这个续航测试的流程，来规避一些可能的作弊的点。我们让这个测试尽可能的公平公正下去。那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可能，我觉得2024年应该是做不出来这个视频，我估计得2025年啊。但是反正啥时候做完啥时候上吧，希望大家到时候也能来看看啊。看到云飞的这一堆包装盒，让我觉得有点面熟啊！你怎么知道我也整了一堆的旗舰机？荣耀、小米、OPPO、vivo、华为，大家懂我意思吧？别急，已经在做了，过几天就来。听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好玩的项目，还有这些项目背后的故事，不知道屏幕前的小伙伴们有什么感觉呢？我有一种奇妙的感动，可能是同样作为 UP 主，看到了大家对创作的喜爱，也清楚的知道大家为了视频的效果，在很多屏幕前并没有办法看到的地方，付出了更多的努力。视频里面短短的一个镜头，一项测试，都可能是他们在制作过程中测试了几天才浓缩成的一个结果。其实也许不做这些看不到的努力，视频的效果也只会从98分变成95分。但就是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才愿意付出所有的努力，让大家能够喜欢上我们所热爱的东西。那么好啦，这么多好玩的项目，不知道你们觉得哪一个最有意思呢？哪个又最值呢？大家也可以在弹幕和评论里面分享一下你们今年做过最有意义的事情。那么在最后，预祝各位在即将到来的2025年事事顺利，新年快乐！祝所有看视频的各位新年快乐！祝各位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祝各位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祝各位切里频道的观众们各位新年快乐！这里是小鹿，在这儿给大家拜个早年。